牡丹，哎，来尝尝。饼甜花香的，口味绝佳。你喜欢便好，也是此前你让我煮花枝入香，我才想到以它制饼。生意，我想啊，这饼这么好吃，我们若将它赠与主顾，定会留住更多的客人的。这饼你做了多少？原本做了50枚，可刚出锅，香味就被川渝闻到，被他们顺走了。这堂堂的花鸟使，连我们平民的小事都不放过。我们早出晚归的辛劳，那不就是为了不欠他利钱吗？他倒好，反而还来占我们的便宜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今日我自己去，你若去了，这鲜花饼还不知落谁肚子里。不去就不去，可若是有人来寻郎君，以我为什么没有陪郎君去见舞姬，我该怎么说呀？你让他们想想，你若跟我一起去见舞姬，郎君惬意的，这像话吗？驾！郎君慢走。见马英。哎，谢啦，驾！见舞姬，何娘子跟着，就像话啦。再来，来，这是一定比以前厉害哎，阿伯可还要考考你。我这里呢有7块饼，我给了你1块，还有几块啊5块。堂儿，如果这还算不明白的话，阿伯这饼可就不能给你。阿雄，哎，堂儿，阿伯说堂儿再说不清楚就不能吃饼了。堂儿不哭，不哭不哭。阿兄问你啊，阿伯呢给了堂儿3块鲜花饼，阿兄又给了2块，堂儿现在手里有几块鲜花饼？7块。先去找阿伯领饼吃吧，就说啊是阿兄给的。你呀，阿雄，来，阿雄，你们但是我总是打不好，阿伯给你饼能不能教教我？阿伯，好啊，哭了啊。那你今天要想打得准，弓杆首先要拿稳，定准目标。走。你这个小童真有意思，我不是贼，正相反，我才是来抓贼的。抓那个偷我鲜花饼的小贼。花鸟使偷我东西送人情，还厚颜无耻拿石子砸我，这般以身作则，难道不怕上梁不正下梁歪吗？我这根上梁本来就不正，他们歪着歪着，或许反而长得端正。我说，今日这点心怎么比往日的好吃呢？随之啊，就爱玩笑。娘子，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快，进来喝盏茶吧。哎，慢些跑，慢些跑。阿雄，吴伯啊，这里可是虚孤之所。这里啊，是我跟孩子们的家。虽然他们没了父母，但却不是孤儿。是我狭隘了，吴伯莫怪。无妨，我只是不想让孩子们觉得他们与别人不同。他们在这里被悉心照顾着，又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，比起别家的孩子，兴许是更加幸福呢。哎，这话呀，倒是不错。虽不能跟那些富贵人家相比，但有随之的看顾，吃穿用度不愁，还有夫子啊，来这儿教他们读书学礼呢。
若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堂堂的花鸟使居然会亲自烧水哄孩子。巫伯，花鸟使看上去与您十分相熟，您说您本是洛阳人，为何现在会在这里跟他一起照看这些孩子呢？当年离家到蒋府做工，就是想多赚些钱多。因略通岐黄之术，所以府中的下人们谁身子不适，就都来找我。后来随之的母亲便将我提拔成了他院中的管事，可以说我是看着随之长大的。怪不得他对您十分的恭敬。巫伯，哎，花鸟使少时性情也如此顽劣吗？随之啊，他就是看上去桀骜不驯，其实啊，心性纯良。夫人去世之后，院中人皆被遣散，忽逢那年赶上了饥荒，有许多孩童都无家可归，随之便又把我请了回来，替他照顾这些孩子们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本该今日为孩子们沐浴的王大娘病了，若不是缺人手，你觉得我会纵容你跟过来吗？女孩们归你。虽然你是我的债主，但我好歹是自由之身，不但不还我饼钱，还指使我干活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抠死你算了。饼钱和工钱从分红里扣，行了吧？你们的阿兄啊，不像求人的样子，但是看在你们这么可爱的份上，姐姐带你们去沐浴好不好？姐姐是阿松的娘子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给阿兄做鲜花饼？为什么要帮阿兄？当然是因为他欠我的。别理他，他乱说的。走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阿伯，还要抓了啊！来，坐下。阿兄教你们写下来。哎，横要平，竖要直。躲不过的啊！不愧是你的阿弟阿妹啊，洗个澡都这么不消停。王大娘年事已高，不若日后沐浴的活你便承包了吧。行啊，只要每个月分红把劳工费给我扣出来就可以。行啊。常阳，你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可真不像个贪官。你终于发现我这个富贵闲人的可取之处了。明明怀有善心，为何要藏着掖着？是怕被什么人发现不成？我若想藏，如何能被你发现？你回去想要帮我振振声名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只是怕旁人不会信你说的话，还会反过来骂我矫情失行。我也没你想的那般崇高，不过是库房里的钱帛堆不下了，拿出来做做善事，积积福报。毕竟你也知道，咒我死的人太多了。
最后这批怀秀香，我一想到改良之法，花朵数量不可贪多，一株之上至多留3朵，叶子需大量修剪，避免抢走养分。花盆换大一些，增加底肥厚度，保障根须有足够的地方生长。花盆刻上月牙图样，以提醒买家此花需置于室内，不可暴晒。凡购花者，皆附赠1瓮花肥，让买家照顾起花来更为便宜。牡丹，哎，花鸟使当真花钱来买咱们的鲜花饼了。上日还说往后蒋府每月都订100枚。他倒是言出必行。生意，你觉得花鸟使是个怎么样的人？花鸟使总是笑眯眯的，哎，并不像外界传言那般可恶。这孩童最是天真，喜欢一个人呢，也是伪装不了。可见他对孩子们是真心的。或许啊，花鸟使本性就不坏，可能只是贪钱罢了。你说他这个人平日里一毛不拔，怎么会仗义疏财，行慈善之举呢？这到底哪一面的他，才是真实的他？牡丹，你为何如此在意花鸟使的品行？莫不是看上了他？你想什么呢？他是我们的房东兼债主，了解他的性情，对我们的生意百利而无一害。也是。帮忙啊，慢点。哎，那等钱赚够了，你就没想过嫁个好人家吗？这婚后的日子啊，可不比现在自由。再说了，有些婚姻很费钱的，我还是敬而远之的好。牡丹，生意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牡丹香粉量少，不到1个时辰就卖光了。我阿娘说她看着摊子，让我回来把春一碗都运过去。哎，太好了，这些都能搬了。行。哎，改良后的怀秀香长势甚好啊，卖出到今日，再无一人来退货了。哎呀，如今这香粉生意也红红火火，咱们可真是苦尽甘来了。还好咱们当时及时退钱了，花圃的生意不降反升了。等这些牡丹花彻底下市之后，咱们靠香粉还有春一碗攒的钱，可以在西市盘一间铺子了。真的？可铺子租金不菲，咱们真的能开店吗？旁人没有的，咱们有，那便是咱们店的立店之本。再说了，咱们是靠着盆栽牡丹起的家，可终究是时令讨巧之举。若想持久，我们必须还要培育新品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，咱们的庭院还是不够用。若是能够租到一个带有花圃的铺子，到时候我们外间可以卖货，内院可以培育各种花卉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只要咱们能够种出旁人没有的花，那耗损的花朵就是咱们现成的香粉啊！香粉的生意也可以持久不衰了。那可太好了！我阿娘整日在家发愁，就怕牡丹香粉卖光后又没了生意。若是一直有新奇的底粉做招牌，也不怕别家将咱们的随院制香之法学了去。对，是啊，你想啊，就算这牡丹永不下市，大家图个1年那也就腻了，哪比得上春夏秋冬变换着香气留得住客人？也是。大福，我平日里擅长养花，香粉之事就要多靠孙大娘了。哎呀，这个你放心。生意，我想了。若是咱们真开了铺子，除了卖一些平价鲜花之外，我还想卖一些名品。你最是手巧心细了，这寻常的花卉你栽培的已经十分熟练。日后我想多费些时，在培育新品上面，其他的花就都靠你了。这个交给我，你也放心。那等春一碗都卖完，咱们主卖芍药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这芍药品类繁多，可有的卖呢。
对了，我从华农那里买了几株芍药，明日可以将其移栽到院中进行培育改良。明日你安心去忙，花摊就交给我和大福。好。哎，差不多了哈。差不多了，好，从前面再稳一下。哦。